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开通运营，我国航空业发展又上升至一个全新高度。数据统计，在未来20年，中国各类客机需求量将超过8500架，总市场规模将达到8.4万亿人民币，基本相当于中国1年的 GDP 总量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我国目前并没有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大型客机。C919虽然被定义为大飞机，但按照客机细分等级来算，它只属于小型干线客机，与波音737、空客 A320 比较相似。该类飞机一般负责3000到4000公里航程的短途飞行，而且干线客机目前已被波音、空客垄断全球市场。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美欧才没给 C919的诞生施加太大压力。其中 C919 很多零件都是由欧美提供。在此情况下，由中俄研发的 C929成为突围国际市场的唯一希望。C929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客机。据俄罗斯《生意人报》报道称，中俄研发的 C929客机长度为63米，翼展60米，机身高17.9米，机身直径5.92米。从尺寸上看，与波音787、空客 A350 不相上下。此外 ，C929的航程达到1.2万公里，预计可乘坐人数为280人。参与研发的俄罗斯工程师表示，我们非常重视 C929宽体客机项目，并与中国联合研发 PD35大涵道发动机。此前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苏联时期，都没有建造过这种大推力发动机。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最终 C929不会比竞争对手差，在某些技术与应用性能参数上，甚至还要超过欧美。大客机的建造难点之一就是发动机推力，它决定了 C929最终能不能飞上蓝天。而近日，俄罗斯就曝光了 C929的起飞重量，预计最大起飞重量为245吨，是 C919的3倍之多。目前，空客 A350的最大起飞重量为251吨。波音787的最大起飞重量则为247吨，可以看出三者基本处于同一重量级。这表明 C929诞生后将成为全球第3款大型客机，有绝对实力竞争国际航空订单。为什么中国要与俄罗斯联合研制 C929大型客机？此前的 C919是由我国商飞自主研制 ，C919属于窄体单通道客机。我国此前研制的运10已经为单通道客机积累了足够经验。而宽体客机是一个全新领域，中国此前从未涉足，缺乏相关技术经验。俄罗斯作为航空制造老牌强国，有过宽体客机的研制经历。此前，前苏联就研制了一款名为 ER96 的4发大型喷气式客机，指标上接近空客 A340与波音777，但性能上仍有较大差距。虽然俄罗斯后来改进了 ER96，但由于经费不足，最终退出国际舞台。如今，无论是俄罗斯想重回历史舞台，还是中国要实现从无到有的探索，中俄联合无疑是打破欧美垄断的最佳选择。不过，大型客机研发也不是说这么简单。首先，在发动机选择上 ，PD35大涵道发动机设计推力为35吨，这对中国来说是极为先进的高端产品。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研发经验。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这也是他们研发的历史上最大推力发动机。未来 C929前期将生产数千架，计划采用通用的 GE90系列或劳斯莱斯发动机。第2批 C929生产才可能采用 PD35发动机。此外，西方曾普遍认为 C929对标的是 A330窄体客机。但当性能参数曝光后，才发现这是一款对标波音787与空客 A350的全新远程洲际客机。欧美不会容忍第三方进入国际市场与他们抢夺订单，因此面对 C929的雄心，波音与空客2大巨头显然不会对中国客机的打压有所保留。这点从上世纪对俄罗斯的打压就可以看出来。当时为了让 ER96进入西方市场，俄罗斯选择与普拉特61惠特公司合作，试图为 ER96安装普惠的2337发动机，以便符合欧美的噪音环保要求。但最终在波音、空客的强力打压下 ，ER96西方化胎死腹中。欧美为何敢如此强势？这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手中没有任何反制措施。俄罗斯由于人口较少，民用客机市场占波音、空客的全球业务量比例很低，所以对于欧美而言，有没有俄罗斯这个市场都无所谓。而中国却完全不同，在过去5年中，中国客机采购量占到波音的11%，
此外，在波音747与787的全球制造中，中国的市场比例不仅高达15%，其中还包括主翼、垂尾等核心部件制造。这对中国客机制造而言算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波音空客手中还有一张王牌，那就是欧美市场的发动机环保评定。因此，仅在机载动力这一方面，中国的 C929还有一场艰苦卓越的持久战要打。在面对中国巨大的科技市场需求面前， C929也一定会拼尽全力去争夺。